最近，奥地利德语媒体《奥地利标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欧盟与南美进行了长达25年的自贸谈判，欧盟委员会才草草公布了没有细节的所谓南方共同市场协定，其目的是抗衡中国在南美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与南美的贸易迅速扩大，这让欧洲人很受伤。我们来看看该报道。南方共同市场协定，欧盟与南美花25年谈判，同时中国却大规模扩大贸易。过去10年间，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翻了一番，欧盟委员会现在希望尽可能挽救。经过25年的谈判，欧盟代表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就自贸区达成了原则性协议。然而，南方共同市场协议现在必须得到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由于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等主要国家最近与奥地利一道表达了批评意见，因此能否获得批准还有待观察。由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的确切细节尚不得而知。不过，欧盟最高权力机构贸易总司近年来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消除欧洲农民和环保组织的担忧，例如免税进口牛肉的数量限制将非常低。欧盟的森林砍伐法规也可以防止从被砍伐的原始森林中种植的进口大豆。中国大规模扩大贸易，只有未来几个月才能证明这是否可以足够缓和劣势。无论如何，欧盟委员会认为欧洲应尽早敲定该协议。欧洲工业正步履蹒跚地寻找新的销售市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希望以高额关税背弃自由贸易，而中国正在大规模扩大其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份额，包括曾经以西方为特征且基本算得上民主的拉丁美洲。有几个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自2012年以来，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95%，而与欧盟的贸易额几乎没有增长。德国经济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数据显示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向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出口了价值512亿美元的商品，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923亿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同期的出口额仅从598亿美元增至604亿美元。中国现在是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南美国家明显厌倦了与欧盟的漫长谈判，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亚洲的关系。乌拉圭正计划与中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巴西总统卢拉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仅在11月底会晤时就批准了37项新的双边协议，以加强经济合作。2023年，巴西从中国获得了17.3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33%。欧盟的去风险化，南方共同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数字。2022年，南方共同市场是欧盟第11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经历了新冠大流行病和乌克兰战争以及相关的供应问题之后，欧盟委员会的信条是去风险化，即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供应链应多样化，特别是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另一个方向。如果在中国的销售疲软，欧洲工业将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在大众汽车公司，这目前正在造成该公司史上最大的危机。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新文本能否安抚批评者的情绪，还有待观察。众所周知，欧洲工业界支持该协议，但农民组织尤其反对，而且这次与环保组织的立场一致。农民们担心来自南美的廉价竞争，因为南美的生产条件较低。非政府环保组织警告说，南美鼓励使用杀虫剂和砍伐林区来廉价生产农产品。然而，据欧盟委员会内部人士称，达不成协议是否对环境更有利，这一点值得商榷。财力雄厚的欧洲消费者对南美来说是一个有趣的销售市场。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将为欧盟提供积极推动改善气候和环境保护的筹码。如果中国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中国不太可能对南美提出禁止砍伐森林或遵守气候目标等条件。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些网友评论。我提醒一下啊，这是一家奥地利媒体，不是德国媒体，所以估计大多数网友是奥地利人。
第一条评论：当欧盟与南美谈判长达25年之久时，中国却大规模扩大贸易。是的，中国只有经济利益，如果人权和环境保护不是问题，那就更容易了。下一条评论：好吧，如果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是我们的价值伙伴，那么我们就真的应该对中国闭嘴。我们继续往下。如果有疑问，最好选择南美牛肉，而不是荷兰笼养猪肉。我们再往下看，效率也会更高。荷兰的笼养猪肉可能是用来自巴西前热带雨林的转基因大豆喂养的。下一条评论：虽然我理解农民的担忧和潜在影响，但我们需要尽快进入南美洲。目前这些国家对欧洲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超过30%，我们的公司在那里没有竞争力，中国正在攻城略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也没关系，这样就会减少有害的消费，也许就会减少繁荣，这也没关系，但请不要抱怨。继续往下。于是这位网友跟贴道：我完全同意，我理解欧洲农民的愤怒，但欧盟需要发展，美国不再是朋友，俄罗斯是威胁。无论如何，中国将是这个动荡不安时代的大赢家。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可能明年就会因此得到砍伐森林的法令，而中国人甚至不需要就此展开辩论。好吧，现在谁是笨蛋？下一条评论：但你知道吗？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每年植树数10亿棵。在沙漠地区，中国的沙漠地区不在少数，种植了多种能抵御风沙的植物，因此不仅防止了沙漠地区的扩大，甚至还获得了农业用地。中国不需要一场关于毁林的辩论，中国已经在实施有益于全球气候的有效措施。我们继续往下。有了南方共同市场协议，所有标准都会下降，砍伐雨林的行为不会停止，民主也不再是标准。好，让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中国、印度等国占据了欧洲的市场份额，这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吗？下一条评论：这是糟糕的比较。中国并不关心当地的情况，中国人并不关心大豆和肉类是否来自新的森林砍伐，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继续往下，就像南美人说的那样，很贴切，谁与欧洲谈判，谁就会被道德说教；谁与中国谈判，谁就会得到一个新港口。下条评论：我知道这句话更适合非洲。当一个伟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因为一个风口合同而付出了长期的代价，并很快因为过于昂贵而属于中国人时，人们才猛然醒悟。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欧盟的解决办法是否应该是抛开所有标准和条件，不管它们对环境、健康等有何影响？这就是与中国等国家竞争的问题所在。他们很容易超越欧洲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不必考虑我们的标准和规则。然而，如果我们为了提高竞争力而降低甚至放弃自己的标准，这最终会导致一场惨败。我们继续往下看。通过降低牛肉关税，欧盟汽车业突然变得可以与中国电动汽车有竞争力了吗？我们再往下看。谈判25年是个笑话，花了多少钱啊？几亿、几十亿欧元？有多少顾问和律师参与其中？除此之外，欧盟应专注于内部市场，自由贸易是对欧盟自由的一大威胁。美国和中国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经济增长的童话已经走到了尽头。2000年代，人们还在大肆宣扬全球化的好处，而现在幻想破灭了。事实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无法持续数十年，而且依赖于美国总统等少数人的善意。我们最好能实现能源自主，这样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问题了。这就是经济内循环。下一条评论：是的，我同意，没有外贸是不行的。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把供应链带回欧洲，
对外国的依赖太大了。新冠危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芯片产业、医药和国防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必须留在欧盟，必要时还需要补贴。我只有在有限程度上接受经济是和平因素之一。看看俄罗斯，20年来，我们目睹了普京谋杀人民、侵略邻国、摧毁反对派，但我们仍然坚持经济和平，直到经济崩溃。中国也一样，直到中国人最终动手。我们最好现在就与中国脱离关系，随之而来的冲击波将是痛苦的。下条评论：通过南方共同市场协议，我们想打压中国人吗？从而拯救我们的汽车工业？反正大众汽车已经在阿根廷生产了。这是什么样的小算盘？如果公务员必须在25年前的谈判授权下进行长达25年的谈判，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好事，充其量几代公务员都能有很多不错的出差机会。下一条评论：现在邪恶的中国不得不再次被用作为什么需要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论据，不是因为这对欧盟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想对抗中国的影响力。顺便提一下，中国贸易的强劲势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更高的经济增长来解释。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了 76.5%， 而欧盟经济只增长了 12.8%。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贴的：中国之前处于石器时代，这样的高增长很容易实现。不，未来欧盟经济将不再增长。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关于之前处于石器时代，你是否有神奇的秘方，可以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石器时代走向现代化，全球第2大经济体，消除绝对贫困等？有许多贫穷国家都会从这个秘方中受益，而你将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好，我们再往下。当然，中国经济增长的起点较低，但这不是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似乎想用欧盟没有与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贸易协定这一事实来解释中国贸易的强劲增长。如果有了贸易协定，一切都会改变吗？这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解释。中国以前是否处于石器时代并不重要。下一条评论：25年的谈判，25年呀，得到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置信，令人震惊。好，让我们继续往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中国当成流氓国家的替补队员，我觉得这很好。当你想搅局时，可以随时把他们换进来。当然，中国想变得更强大的任何野心都是邪恶的，而我们的新帝国主义当然是好的。我们继续往下。中国和欧盟的经济战略没有直接可比性。中国通过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进行大量投资，利用中国劳动力建设基础设施，暗中补贴本国经济。在南美洲，中国主要是购买农产品。我们继续往下。你说的没错，但现在你的问题在哪里呢？中国工人1年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而当地公司大概需要3年。因此，受益的显然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提前2年投入使用，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铁路和医院等其他基础设施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起了武汉的医院建设，而且只用了8天时间。我们再往下。这位网友跟贴的：我希望他们把这些东西造得经久耐用。我的经验表明，再过几年，道路和桥梁就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情况，因为气候条件被忽视了。我们再往下。好吧，你不会真的相信 Odebrecht 比中国人建造的更可持续吧？ Odebrecht 是南美大型建筑公司的例子。我只想提醒你，各种水坝决堤事件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还有一点，中国南方的气候条件与拉丁美洲相似，即炎热潮湿。好，让我们看下条评论。既然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效果如此之好，
我们输出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和购买产品的资金，那么与南美再次签订同样的协定肯定会很好。真正有意义的是与非洲，因为他们确实需要资本和工作岗位，让他们的人们待在那里，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就是与非洲却没有这样的自贸协定，这是为什么呢？下条评论，这网友跟帖说，欧盟与中国没有自贸协定。我们继续往下，西方好心的仍然让中国冒充发展中国家，因为是西方需要那里的廉价生产。发展中国家的标签允许在严格的新自由主义目录或补贴标准等方面获得许多豁免。下条评论，中国的人均 GDP 和社会发展指数与墨西哥相当，它当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是比大多数国家管理得更有能力，能有更多的钱发展太空计划等奢侈品。印度也有这样的计划，没有人怀疑它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继续往下，毫无道理的回答，没听说过目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吗？我们再往下，听说了，因为中国现在正威胁着德国的汽车工业，这对德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当然对欧盟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再往下，欧盟应该在哪个非洲国家投资？应该购买哪些产品或服务？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原则上无所谓，最好在每个非洲国家都投资。我们能买的东西是可可、咖啡和其他农产品、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我们能提供什么？其他一切。下条评论，不在非洲投资的原因有很多，非洲很大，所以我问的是具体的国家，但基本上非洲的一些国家存在以下问题：一、政治不稳定；二、法治不健全、腐败；三、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五、没有民主；六、不尊重人权、劳动条件和环境等。中国并不在意后两点，因此这些非洲国家更愿意与中国做生意。欧盟也应该忽视这些吗？下一条评论，该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伙伴仍然是美国，在贸易方面，中国紧随其后，然后是欧盟。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欧盟明显领先于美国，而且比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加多样化。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破坏性和剥削性的行业，采矿业等。不清楚为什么这里使用的是与乌拉圭的双边贸易协定，而不是欧盟与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按此顺序排列的贸易协定等极其可疑的组合。在地缘政治、绿色协议和环境保护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南方共同市场不需要这些。下条评论，我们太愚蠢了，因为几个农民，我们的繁荣受到了威胁。欧洲工业迫切需要新的市场。继续往下看，南美人应该购买哪些欧洲产品？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提供同样的产品，但要便宜得多。我们继续往下。是的，欧盟代表着许多不同国家的利益，很明显，这里的进程要慢一些。在中国，少数几个人决定了10亿人的命运。我们再往下，中国人做了许多我们长期以来无法做到的事情，将庞大的叫钥匙基础设施投入一个国家，然后从该国购买产品作为回报。中国人即用他们的工人，根据这一计划在世界各地进行建设，这更像是一种官方交换。这比我们的你们的某某产品比我们的便宜，马上给我吧，要好。下条评论，报道中提到，自2012年以来，南方共同市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 95%， 而与欧盟的贸易额几乎没有增长。于是这位网友说，没错，但这是因为他们也在南美购买所有中国电子产品，就像我们在欧洲和几乎整个世界一样，这与自由贸易协定无关。下条评论，我还记得德国早期的自动取款机，在许多第三国，自动取款机层出不穷，而在德国，
自动取款机是否会对空中交通和其他杂物造成干扰，仍在研究之中。我感到自豪的是，人的生命得到了认真对待，副作用也得到了仔细检查，就应该这样。这关系到我以及我的孩子和家人们的安全。因此，除了官僚机构、行政部门实际上具有不利于欧洲的特征这一事实外，我认为这样做很好，我感到很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我们像中国一样发展，而是要仔细研究对我们民众的利弊。从长远来看，这不会有什么坏处。我才不想成为中国公民，这让我感到不安全。我不想成为那个体制的一部分。下一条评论：只要还有外汇可赚，中国就会把一切东西都卖给所有人，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那里的剩余经济。这就是世界霸主 2.0 的运作方式。下一条评论：欧洲的规划期限为10年、15年或20年，而中国的长远规划期限为50年或更长。例如，中国多年来一直在非洲沿海建设港口，他们派自己的人在那里搞建设。由于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和非洲肯定有交易，从而为未来欧洲衰弱做好准备。同样，集装箱船就可以利用非洲港口作为中转站，然后再运往南美洲，反之亦然。我普遍认为，未来金砖国家也将拥有自己的货币，就像我们的欧元。你们怎么看？下一条评论：中国一个国家与非洲大陆达成协议，谁为非洲签约了？我们继续往下，这位网友跟帖道：然后像希腊那样，中国把整个港口收入囊中。欧盟规划与战略，这是今日的笑话。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孙子兵法》和《36计》，我相信习近平一定对他们了如指掌。而我们现在正目睹《孙子兵法》的几乎完美的实施。好的，朋友们，西方人这么神话习主席哈，不是中国崩溃，就是中国主宰世界。西方人对中国的思维太两极化了，能不能先统一意见呀？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